我求张军救救我的孩子。他说我们是二婚，他没有义务出钱。婆婆和小姑子说孩子死了就死了，张军有亲侄儿养老。后面我上网问，老公突然得了脑血栓，能送进养老院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手机暂时无法接通。我给老公张军打了无数个电话，对方仍旧不接。缴费窗口的工作人员有些不耐烦，他扯过话筒大声吼道：“没钱就去一旁，别耽误后面人缴费。”缴费厅回荡他的语音，我受不了周围人的注目，咬牙走到一旁角落里，又给老公打了一个电话。这回他终于接了，语气淡淡的：“什么事啊？就上个厕所的功夫，你给我10几个电话。”听到他无所谓的语气，我火了。什么叫上厕所的功夫？你上厕所要1个小时？对面又是让人窝火的沉默。可想到要冲他借钱，我努力将语气缓和下来，平静说着：“你现在能把钱转给我吗？我这会等着缴费给孩子做手术。”对面的支支吾吾让我后脑勺一阵发猛，这男人就是这样犹犹豫豫。我心里着急，哀求道：“老张，孩子的病真的拖不得，我给你打了借条，放心，3年内我肯定还给你。咱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写了8条君子协议吗？”这时啊，电话忽然出现女人的声音，不用多想，肯定是我好事的婆婆和小姑子。我和张军是半路夫妻，我原配丈夫是出车祸走的，肇事者没赔多少钱。原婆家见我带着3岁的儿子过得紧巴，便托人给我介绍了张军。他是官夫，无儿无女的，听说媒人说是不孕，所以我们扯挣钱。他提出条件，要带着我儿子一起嫁过去。难得看见有这种愿意养前夫儿女的男人，我想都没想，就带着仅剩的赔偿金和孩子一块去了张家。可没想到结婚后才发现张军是二椅子，说话做事扭扭捏捏的，还特别听婆婆和小姑子的话。后面小姑子离异，带着一个5、6岁的儿子。我记得我们结婚半月后，小姑子就带着她的儿子住进我家，好几回明里暗里说着，外人的孩子哪有侄儿亲，养老还得靠侄儿。1月后，张军就要求和我签所谓的君子协议，大体读下来就是：第一，我要给婆婆看孩子的费用，1个月600；第二，生活费一家一半；第三，儿子的生活费他不管，但是有大开销他可以出1半；第四，对方生病需要照顾，另一方必须付费。我是看见第3条，觉得他还算有良心，才同意继续过下去。你这3年太长了，我们不认。这时电话那头的婆婆大声说道：“妈，那2年行吗？我肯定还。现在然然真的需要做手术。”我忍不住哭出来，恨张军出尔反尔，也恨自己结婚前没看清张军这个人和他的家庭。不行，3个月内必须还清。小姑子凑过来附和，可那是15万呢。半年前我经人介绍去省医院当护工，照顾病人，1天160块。就算一天伺候5、6个病人，1个月挣1、2万，3个月也办不到。小姑子早早就想他哥和我离婚，见我犹豫，便说我不是诚心的，没准连孩子的病都是瞎编的，就是为了骗他哥的血汗钱。咱们当初说好出1半，是指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，你这个我儿子不能出。婆婆说完，我又听见那边的嘀咕声，应该是怂恿张军拒绝我。我紧紧捏着手机，心想要是张军今儿帮了我，我往后就做牛做马伺候他。可下一秒，
我的心就跌入谷底。我听见小姑子嘀咕：“哥，死了就死了，等你老了，亲侄儿给你养老。”很快张军回了我：“王翠，这事让你回来谈吧。”说完就挂断电话。回去谈什么？我儿子现在就躺在病床上，等着手术费补给，今天下午就给他安排手术。这张军是想拖着我儿子死啊！第二天，主治医生给我下了死亡通知书，让我赶紧把钱凑齐，不然孩子就只能回家等死。看着床上奄奄一息的然然，我又给张军打了电话，咬牙表示把老家的房子抵押给他，钱我1年内还清。那房子是我前公婆留给然然的。这娘炮看着房子面上犹豫着，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候，才给我回了话，表示3天后等存款定期一到，就把15万转给我。张军，救命的钱，你还给我扯利息，那利息我补给你行不行？手术很成功，不过医生说治疗不是很及时，孩子还是留下病根。然然一旦情绪激动，就有流口水、眼神痴呆的现象。他劝着我让然然去读特殊学校，说这样才会有利于他的心理健康。我们老家没有特殊学校，省城倒是有家私立的，1年的学费在10万左右，不包括吃食和住宿等其他费用。我现在是囊中羞涩，别说1万，就连5000也有些难。然然只能先跟着我待在家里，等熬过这1年再说读书的事。孩子出院后，迎接我的不是家庭的慰问和温暖，而是那白纸黑字的欠条。签字吧。小姑子不耐烦，把笔扔到我面前。我低头看着欠条的数目，不解问：“这是15万零5千。”张军轻咳几声，婆婆替他答了话：“你不是说要把15万的利息给张军吗？本来是5210，我们还把零头给你抹了。”这话气得我全身颤抖，一口气憋着心口，就是喘不上来。张军，我当时是不是要求你赶紧把钱取出来？这丢掉的利息我补给你，可你还是3天到期后才给我的钱。这然然也耽误了，看着孩子生了病孱弱的身子，一家人的白眼和冷漠，我觉得我的命好苦啊！抹掉眼泪，我咬牙表示不认这数目，也不签这欠条。婆婆听完我的话，忽然冲过来，拿起欠条，啪的一声摔在我脸上，伸手就朝我头发薅过来。你这个贱人，那15万是我军儿的血汗钱，你要不签字，要不把钱还给我们。这段时间伺候孩子，我累得很，被婆婆扑到后竟无力还手。这时小姑子也跟着冲上来，直接骑在我心口上，狠狠扇着巴掌，嘴里愤怒念道：“你签还不是不签？”然然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坏了，双眼一翻，呜咽哭喊出来。张军有些不耐烦，冲过去给孩子一拳：“你个弱智！我妹说的没错，你活着就是浪费粮食。”斜眼看着孩子被打，我认输。我爬向然然，死死护着他，瞪大眼睛看向凶神恶煞3人。我签，我签。进入3伏天后，婆婆和小姑子带着孩子去我乡下的房子居住，一边是想在我还钱之前占着屋子，一边是为了给张军腾空间。7月份开始，张军就往家里带女人，有时候是工地上的女工友，有时候是发廊小妹。我撞见几回，心如止水，只想早早脱离这个家。然然和我住在省医院附近的合租屋，我是没日没夜照顾病人，就为了还债和给然然凑学费。接我接手一个重度脑血栓病人，和张军差不多的年纪。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快不行了，好不容易抢救过来，在 ICU 待了半月后，转到普通病房。
现在他是神志不清，行动力受阻，大小便不能自理，整个就是个废人。加上他是大个子，周围的护工也没一个愿意接手。他家属开出410天的条件，中间人找到我，他抽50块，问我350干不干。我二话没说，就带着洗漱袋去了他病房。喝啥酒能成这样？我已经照顾他1周了，现在和他家人也混熟了。看见他瘫痪模样，他家人咬牙切齿说：“喝啤酒呗，中午晚上不断的，干脆喝死得了。”第2天一早，他家人就申请出院，说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剩下就看男人的命。在医院干久了，我也知道些，这种情况回去只有等死。晚上，我第1次失眠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然然正对我睡觉，不知梦见什么，突然尖叫一声，突兀刺耳的声音惹得群租的室友不满。有人拿着酒瓶砸向我们这面墙，恍惚间，我想起昨天那家属的厌恶的模样。咋不喝死你？或许我该带着然然回家去了。回到家后，张军不在，我安抚好然然，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5箱啤酒和花生米。老板数着钱，热情招呼店里的小伙帮我抱上去。等到家的时候，陌生的女人正嘲笑着然然，她红红尖尖的指甲划过然然的脸颊。然然大喊着往后躲，女人觉得扫兴，冲着屋里张军喊着：“家里有小孩，我得加钱啊！”跟着我身后的小伙子听见这话，若有所思看了我一眼。“你这多少钱？”他问。我嫌恶看向他，放下就赶紧走。然后进了屋，还没等女人问我是谁呢，扬起手掌狠狠扇过去。他震惊地瞪大涂满蓝色眼影的眼睛。“大姐，你他妈有病吧！”在他反击之前，我又反手给他一个。“别用你的脏手摸我儿子，赶紧滚，不然我报警找警官了，到时候你想走都走不了。”一听报警，他下意识抖了2下，飞快抓起沙发上的小包，夺门而出。张军从卧室出来，嫌弃看向我，问：“钱挣够了？”我挤出一个微笑，拿出2万块，这是这2月赚的，还你。张军没着急走过来，不过很是惊讶，打量桌上的2万块，眼里全是计算，估计是没想到我一个初中文化比他挣得多，顿时脸上就扬起笑脸。待几天，他走过来，动手动脚的。我忍住恶心，轻轻推开，温柔说：“我不想咱们一家人分开，我在市医院也找到护工工作，工资和省城差不多。”他的神情是由暗到亮，主动拿起桌上的2万块，说：“今晚带着我们娘俩出去搓一顿，只要我在家，家里的啤酒就没断过。”现在张军晚上也舍不得出门，因为每晚9、10点就是他的夜宵时间。我每天弄的卤味，食材也舍得，一般都是肥肠和鹅翅，肉多油脂高，配着冰爽的啤酒，让张军不断。不到1个月时间，人长了20斤，本就有的双下巴，这会能垒成3、4层。今天他回来说，这段时间在工地喝沙石累得很，说着就躺在沙发上不愿动弹。期间嫌我儿子挡住他看电视，不耐烦推我儿子，让我儿子一边玩去。见儿子可怜巴巴拿着玩具去了角落里，我努力咽下心里的怒气，走过来劝着张军：“累就不去呗，每天的高温，就算坐办公室的都受不了。”张军斜躺着看了我一眼：“你乐意我不去上班？”我知道这人心动了，这段时间吃香喝辣，早就把他心智给磨懒了。我拿起门口的钱包，从里面掏了2000块出来，放在桌上。“我还欠你13万，往后家里的生活费我出，你再宽限我1年。”
现在小姑子和婆婆都不在家，她见着桌上红彤彤的票子，说不动心是假的。老家的房子还在抵押，我是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张军就是这样打主意的。我乐意花钱养他，他乐呵呵笑出肉堆子，抓起桌上的钱哼着歌。婆婆和小姑子从乡下避暑回来后，进门看见张军肥大的身躯和没脖子的脸庞，吓得一时噤声。儿啊，你这是？婆婆拉起张军又软又糯的手掌，怒目看向我。你给我儿子吃什么？妈，你说这话就没良心。张军嫌工地累，我让他在家不上班，这2月的生活费还是我出的。家里是顿顿肉菜。说完，我指着刚端出的炖膀蹄。听说我出生活费，婆婆和小姑子对视一眼，态度比刚进门时好了许多。往后还是要少吃点。婆婆瞧着张军快200斤的身材，忧心劝着。张军享福惯了，不想理会我婆婆，她自行坐在主位，要求我拿2瓶冰冻啤酒出来。这会外头的知了是不要命的叫，小姑子还把空调温度降到最低，所以没人提出反对意见。我加了冰块，再倒上啤酒。张军接过后是迫不及待喝了一大口，还畅快感叹一声。忽然间，这下巴就收不回去，他着急拍打自己的后脑勺，慌乱看向我们，希望我们帮帮他。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人就直直倒在地上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。我们故事继续。我先让儿子进屋避着，然后故作慌乱寻着我的手机。婆婆吓得蹲下，拍打着张军的脸庞，可张军时不时抽搐着，眼珠一直往上翻。小姑子吓得只知道哭。你哭什么？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呀！我借势给了小姑子一巴掌，意思是让她赶紧冷静下来。婆婆心疼她的宝贝儿子，也没在意我的举动，反而吼着小姑子赶紧打电话。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是重度脑血栓，当场就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。我婆婆大闹医院，不承认自己的儿子危在旦夕，可人已经推进手术室，接下来就说不缴手术费的事。我没钱，我努力忍住笑意，坐在手术门口。就是你害我儿子的，你必须给钱。婆婆说着就要冲我打过来，一直守住的保安同志急忙拦住她。妈，我一个农村妇女好不容易嫁到城里，咋会害自己的老公？说着我也哭起来，故意蜷缩身子躲着婆婆。我就然已经没钱了，你要是也没钱救张军，你就签放弃治疗吧。妈，不能签放弃治疗。小姑子拉着我婆婆去了对面的角落，两人嘀嘀咕咕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稳定情绪，端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亮灯的手术室，心里无比的爽快。这都是张军应得的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婆婆先拿出自己的养老本，手术成功后，张军在 ICU 躺了大半月，这一躺也花光了张军仅剩的积蓄。刚转入普通病房，婆婆要我给钱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没钱就出院。这时的张军已经瘫了，一张口就要流哈喇子，眼睛里也没了光，大小便也需要人伺候。婆婆怕我跑了，这会也不敢说什么。回家后，小姑子起了幺蛾子，说我就是干护工的，就得留在家里伺候张军。我拿出君子协议，问小姑子要给我多少护工费。我在市医院是210天，看在张军是我丈夫份上，我收150天吧。你是钻钱眼了吧？小姑子尖叫道，现在家里还有什么钱？你自己不救张军就算了，还倒问我要钱，然后扬手就要打我。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
学着他刻薄的神情，说道：“现在张军已经是废人，你可得想好了。还有，你要是再敢这样对我，那15万我就不还了。”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偷听到婆婆让小姑子对我好些，现在张军瘫了，更不能和我离婚。两人商量先稳住我，等着我还了钱，他们拿着15万走。现在15万就是两人的精神支柱。你凭啥不还？本来还想劝小姑子的婆婆也跟着上火。凭然然是张军的继子，张军有义务抚养未成年子女的，现在我还不还，要看我的心情。婆婆梗着脖子，非要和我争辩几句。这时张军就在卧室里叫唤，听声儿应该是想大便。我冷眼看着，进去伺候你儿子吧。婆婆着急张军，又不愿意放过我，整个人焦虑不行。然然现在成这样，我婆婆和小姑子也脱不了干系。这是没还完呢。这会气氛缓缓缓和，我软了语气：“妈，我和张军是夫妻，他不行了，我得养你。不过家里不能光我挣钱，你得劝劝你闺女，现在咱们这个家不养闲人。”婆婆现在就是扶贫，一听我要养她，立马转头让小姑子对我尊重点，然后下命令让她1周内赶紧找到工作，往后你也得往家里交生活费。小姑子咬牙切齿瞪着我，婆婆给她背部一巴掌，没好气吼着：“你瞪谁呢？你现在不乐意就带着你儿子走。”我拿起行李带上然然准备走，这时婆婆把我拦下来：“你把然然留在家里吧，带着孩子你也不好上班，这是要捆着我儿子拿捏我呢。”老太太心眼是真小，对我是一点信任也没有。我努嘴指了屋里：“妈，就张军那样，你还能兼顾然然？”往后我1周回一趟家里，一开始我还在家里过夜，可回在家，婆婆都让我伺候张军。一个卧床1月的男人，身上能闻吗？现在我是不过夜，婆婆就算心里有埋怨，也不敢多言，因为我回去除了给她带好吃的，还有各种补品。生活费上也加了500块，为这事，婆婆还和小姑子吵一架，说她天天就在外头瞎晃，没个正经的。婆婆长胖不少，她骨架本就大，现在身上有肉，看起来整个人都笨重不少。看得出来她在减肥，但是伺候张军太辛苦了，只要重口的菜肴一上桌，她就吃得停不下来。今儿她说她身子不适，人昏昏沉沉的，想要上医院看看。我悄悄给张军一巴掌，他疼得在床上死命叫唤，沙哑的声让门口的婆婆心疼。二话没说，放下布包进屋，哄着张军：“怎么了？妈，我出门买菜，今儿中午给你和张军炖点鸡汤。”我把然然放在门卫大爷那里，然后从小区后面小巷子内穿过去。“大姐，你还认识我不？”一个姑娘依靠门边，似笑非笑盯着我。她是上回跟着张军回家的姑娘，因为嘲笑我儿子，我狠狠打她一巴掌。后巷子就是风情街，正经人嫌晦气，客人白天也不敢过来。正值中午，冷冷清清的，她要是这会把我给打了，还真没人发现。“我知道你，我今是专门来找你的，我让对方和我聊聊，这次不会亏待他。”此后，他天天穿金戴银，在周边晃荡。半月后，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说我那爱慕虚荣的小姑子上钩了。也不知这事到底对不对。第一次我动了恻隐之心，给他回复：“你这2天少去，钱我会打给你。”不到1周，婆婆就开始给我打电话抱怨，说小姑子不爱回家，天天把孩子扔在家里给她照看。又说她伺候张军就够累了，想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，刚好和然然作伴。这家人真是自私到骨子里，
明晓得小姑子的儿子常常欺负然然，上回故意推然然一把，磕掉半截门牙。因为没钱根治，现在门牙都是空的。我从老乡那里借了2000块，然后全部打给婆婆，让她担待一点。现在正是家里最困难时候，熬过去就好了。她收到钱和我亲近些，抱怨起小姑子最近穿的骚气，在电话里骂得十分难听。我听着她的声音，表示自己周末回家一趟。周六早上，我先去找那姑娘，她笑嘻嘻指了指映着紫色灯光的室内，在里头呢，不是让你别出现吗？她耸肩一脸无辜，我没出息，是她到处打听我，还在巷子口蹲守。我告诉她这事不能干，就是万丈深渊。她说没钱才是万丈深渊，现在干得挺乐呵的。见我脸色晦暗不明的，姑娘劝着，大姐，这是她自个的选择，你要是不找我，她难道就找不到这巷子？说着她进去给我拍张照片，然后用短信发给我，教我如何保存下来。这张照片会有用处的。回家后，婆婆脸色就不大好，看来是熬不住了，说话也是夹枪带棒的，甚至问我什么时候还15万。我伺候不了张军，我打听过了，送进养老院得要15万。说完把手中的毛巾一甩，让我月底就还钱。妈，我之前陆陆续续给你生活费也有2、3万了，之前我还了张军2万，现在还差10万。之前张军说宽限我1年，我可以年底再给你5万，剩下的明年再还。婆婆一听我给了这么多，自己怎么还没感觉到？很快她双目猩红，直骂我是骗子，然后说必须是15万，1分也不能少。之前是生活费和我伺候张军的工资，不能算。伺候瘫痪的儿子已经磨光他最后的耐性，这会他就跟疯子一样在屋里来回踱步，趁我不注意抓过然然夹在怀里，必须月底给我15万。他胖得有些呼吸不上，脖梗那片煞白，又拿儿子威胁我。我惊慌看着挣扎的然然，恨不得杀了这个老太婆。忽然我想起那姑娘的话，于是我让婆婆过来看看我手里的照片值多少钱。我明显感觉婆婆身体瞬间紧绷，不到半秒，她就仰头倒地，笨重的身躯砸的地面，发出一声巨响。我赶紧让然然去卫门大爷那儿，我先是打了120，然后再给小姑子打了电话。抢救后，我让小姑子去交医疗费。她摸着耳朵上的金耳圈，表示自己没钱。那就不救了吧。我婆婆是高血压引发晕厥，现在血压也是居高不下，医生说可能会有一系列的后遗症，最严重就是引发脑血栓，导致终身瘫痪。加上婆婆年纪大了，医生也劝我们做好准备。见我真的不打算出钱，小姑子有些慌，她犹豫一会，自己过去问医生后续需要多少费用。只见她独自站在走廊尽头，抽着烟。很快她朝我走过来，淡淡说道：“我没钱，也挣不了那么多钱，你看着办吧。”什么叫我看着办？有你在，我可没资格在放弃书上签字。不到半月，婆婆的遗体就进行火化，到下葬之前，小姑子都没出面。听说了这段时间张军和我婆婆的事，村上表示既然找不到小姑子，我也有权利代管乡下的老屋。不过很快，小姑子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多久还清15万。我冷笑2声，问她：“你欠你的钱吗？”那是我哥的血汗钱。他的情绪很是激动，仔细一听，像是身体的痛苦带来的。我和你哥签的协议，现在你哥进了养老院，那钱我已经给他交住宿费了。对方愣了一会，然后呆呆问：“我哥进养老院了？”
很快他暴怒起来，在他们心中，养老院不是人待的地儿。他大声质问我凭啥把他哥送进养老院。我现在忙着挣钱，没空伺候你哥。你要是愿意，可以把他从养老院里接回来。电话那头没了音。小姑子又不是没见过我婆婆伺候张军，没日没夜地守在床边，就怕张军不小心翻落下床。你要是愿意挣这个钱也可以，总比现在的钱干净。我故意激他，他二话不说给我挂断电话。安顿好冉冉，我先回了一趟家里，找出我的欠条，然后撕得干净，最后把这套房子挂卖出去。现在我是张军的监护人，为了让被监护人更好的生活，我有权处理他的财产。养老院我是交了2年的费用，每1月去1次，表示张军的家人还在，手头宽裕了。冉冉下半年也去了省城的特殊学校，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居室，一口气交了3年的房租，一下手里的钱又花得差不多。为了挣钱，我又回到省城医院，开始没日没夜的挣钱。偶尔姑娘还给我说说小姑子的情况，说她的情况不咋好，现在瘦得跟枯骨似的。她试探说可能是染病了，问我咋办。我问她一般这种情况咋办的，她说回老家等死。真的被她说准了。几天后，小姑子给我打电话，说她要把老家房子卖了。我明知故问，卖房子干啥？这是集体用地，不能买卖。电话那头有些吵闹，好像都是男人的声音。我以为他开始找人看房了，便警告他，这屋子有张军的一半，现在张军没死了，你别乱来。他呵呵笑2声，说张军现在半死不活的，跟死人有什么区别？不知是不是想起伤心事，他开始破口大骂，你个克星，自从你嫁进我家，我哥哥瘫了，妈走了，你真是个丧门星，我看最应该死的你。听这话的时候，他的身子好像也不大行了。可现在这一切太如我愿了，我心如止水听他骂着。可下一秒，他触碰到我的禁区。我看你那弱智儿子也应该去死，你知道当初为什么张军不乐意救你儿子吗？我心头一颤，为什么？他说你儿子死了，你肯定也不生，那么你就是我们全家的保姆。我儿子给他养老就成，我儿子才是张家的后人，你儿子算个屁，狗杂种。现在傻了吧唧的，不知道还能活几年。他发泄完，很是舒畅，然后咯咯如鬼魅笑起来。我冷漠挂断电话，这张家人死不足惜。第2天，我就提着礼品上了村长家，先是告诉小姑子的想法，又哭诉张军在养老院每月高额的住宿费和看护费，说着故意把手掌摊到村长一家人面前。看着我布满辛劳茧的粗糙双手，村长老婆叹口气，言语都是说张家不做人的。原来村里都知道小姑子干那档子事，村里的妇女都不喜欢她。我尴尬一滞，欲言又止的。村长的老婆看出端倪，问我：王翠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故意叹口气，摆摆手，表示这事是小姑子的隐私，我不能说。啥隐私不能隐私的？咱们村里不讲究这套。村长老婆顿时紧张起来。女人的直觉很准，她面露一色，向我眨巴眼。我无奈点点头。真的？多久的事？总感觉她快哭了。在城里就染上了，本来以为她是回老屋养病，没想到要卖房，最后逍遥一阵。村长老婆一听，差点晕厥过去，她半仰在地上，死死抓住村长的尾巴子。老二去过，她哑声说。老二是他的亲弟弟，40、50岁，仗着姐夫是村长，没啥在村里作威作福的。我要杀了这张小平，
村长老婆冲进厨房，操起刀就往张军家走，一路上哭喊着要杀了张小平。几分钟后，附近的女人都晓得小姑子得了艾滋，家里男人来过的妇女都围着小姑子，晓得她有病，大家伙都不敢接近她。有人不知从哪里操出竹竿，直接让她撂倒在地。我在远处看着，小姑子已经枯瘦跟死人一样，真不知她还怎么接活的。周围人还拿着竹竿敲打她，可见她一动不动，才慌了神。村长叫我过来看看，我走过去，看见小姑子突兀着双眼，额头上的血流成小滩，赶紧送医院吧。送进医院后，医生见小姑子不对劲，偷偷报了警。警方一来，便将闹事几个妇女都带走。村长老婆咬口是我怂恿的，医生出面替我解释，是他叫的救护车，而且他是病人的家属。我只是说了小姑子的病，也是好心提醒大家伙。我老实巴交站着，伸出双手让警官带我回去。警官瞥我一眼，表示先紧着病人，其他事下来再说。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后表示很遗憾，病人的身体机能已经是很低了，凝血功能也出了问题。这一折腾，他摇摇头，让我节哀。最后警官定性是聚众闹事。一时间村里都嫌弃张军一家，包括我。我提出要流转张军的屋子，村长二话没说就答应。合同走得很顺利，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，我和对方签了30年，15万一次性付清。处理好小姑子的后事，我带着他儿子找上亲生父亲。对方不老实，但是他的父母还成，见着孙子泪眼婆娑的，生怕我又带走他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拿出7万块告诉他们，这是乡下老屋的钱，让他们好好照顾孩子。2个老人感激涕零，又表示只要孙子回到自己身边，什么都不重要。要是当初张军这样对我孩子就好了，也不会落在现在的下场。我拿着殡仪馆的单子去养老院看望张军，还没进门就听见他嘶吼着，奋力甩盘子的动静。护工委屈捂住脑袋从房间里出来，一头撞在我身上。王姐，你来了。他见着张军的家人来了，委屈落泪。王姐，你爱人他这个人瘫痪了，还是改不了脾气。我点点头，表示自己听见了，辛苦你了，往后就不会有这种事。看见我进来，张军想起身拿床头的玻璃杯，我倚在门口的墙壁，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。还没认清自己呢，我淡淡说着。这话彻底激了张军，他像是落入陷阱而醒悟的动物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张牙舞爪朝我扑来。行了，别白费力气，你要是能起身，也不至于送到养老院。我走过去，把手里的收据递给他，他冷哼一声，不想看。我直接把单子对到他眼前，殡仪馆3个字让他瞳孔紧缩。扫完整个单据，他早已泪流满面。其实我只是想教训一下你的妹妹，可是谁知道她自己把持不住，导致自己越陷越深。看着她瘦得跟火柴似的，这没准是最好的结局。我笑眯眯把单子装进包里。你妹妹和你妈葬在一块的，我在旁边也给你留一个地儿。张军身子一抖，哀求似的看向我。其实这也是你最好的结局，县城房子没了，老家的屋子也流转出去，你说你现在这模样。我怜悯地上下打量他。张军沉默着，我出房间时，他依旧一声不吭的。我在县城的招待所住了几天，耐心等着养老院给我打电话。很快养老院告诉我张军自杀了。他们让我过去处理后事，签了字走了流程，把之前缴纳的养老费用退还给我。天气风和日丽的，
我站在他们一家人坟前，挨个烧着香。我要带着然然去首都了。上课时候忽然犯病了，医生说病情不算乐观，只能去首都碰碰运气。念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当初哀求张军救然然的场景，这下心情平复许多。或许这也是我的结局。我起身扫过3人的墓碑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可是活着就已经很好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